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，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，再打開旁邊小鈴鐺，這樣每次有新影片，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也幫我按個讚，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，謝謝大家。我們現在正式開始。好，我們通常認為要活出一個成功的人生，關鍵到底是什麼？是財富、名聲，還是權力？但如果這些都不是正確答案呢？最近，美國的公共衛生部長維維克·莫西博士，他在耶魯大學的演講裡提出了一個聽起來有點反直覺的觀點：真正決定你是否幸福、是否健康的終極關鍵，其實是人際關係。你先別急着把它當成什麼心靈雞湯哦，這可是有硬數據支撐的。有一項從1938年就開始，一路追蹤了數百人一生的長期研究，他們發現，對於一個人的健康跟幸福，最重要的單一預測指標，就是良好的人際關係。沒錯，你沒聽錯，不是你的銀行存款，也不是你的職涯成就，而是你跟身邊的人關係的品質。好，既然關係這麼重要，那現代社會的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啊？這就帶我們看到一個說真的看不見卻正在迅速蔓延的流行病。莫西博士就指出，孤獨感早就不只是一種個人的情緒了，而是一場非常嚴峻的公共衛生危機。這個數字說出來可能會讓你嚇一跳，在美國有高達1半的成年人都表示自己正在經歷孤獨。更讓人擔心的是什麼？這個數字在年輕族群中甚至還更高。這代表什麼？這代表我們身邊平均每2個人就有1個可能正感到孤單。這已經不是個案，而是一個普遍到不行的現象了。你可能會想，孤單嘛，不就是心情不好，殺傷力能有多大？你先別急着下定論。研究人員把它跟我們最熟悉的健康風險擺在一起比較，結果真的會讓人倒抽一口氣。長期處於社交孤立的狀態，對死亡率造成的負面影響，竟然跟每天抽15支香菸或是嚴重肥胖的程度是差不多的。各位，這完全顛覆了我們過去對心理健康的認知。具體來說，社交上的斷裂會很明顯地提高你罹患憂鬱症和焦慮症的風險，這我們可能還不意外，對吧？但同時，它也會增加你得到心臟病，甚至是失智症的幾率。這就告訴我們，心理跟生理根本就是一體的。孤獨感就像是一種慢性毒藥，會從內而外慢慢侵蝕我們的健康。既然問題聽起來這麼嚴重，那解法到底是什麼？別擔心，莫西博士提出了建立深度連結的3大支柱。這不是什麼空泛的口號，而是3個非常具體，我們每個人都可以馬上去實踐的行動原則。第一個支柱聽起來很簡單，卻可能是最難做到的，叫做全然地活在當下。這裡強調的不是你花了多少時間陪別人，而是這段時間的品質。意思就是你的人在，你的心在嗎？莫西博士分享了一個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故事。有一位外科醫生行程滿檔，每天大概只能花5分鐘探視病人，但他不是那種來匆匆去匆匆的查訪哦，他是真的會坐在床邊，輕輕握着病人的手，然後放下手邊的一切，非常專注的傾聽。後來病人回饋說，那短短的5分鐘，感覺就像半小時一樣。漫長而且溫暖，這就是在場的驚人力量。如果你正在聽，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。在這個充滿各種分心事物的世界裡，有多少人其實感覺自己像個隱形人？而你全心全意的陪伴，就有能力讓對方感覺自己被看見了，被重視了。這是一種我們每個人手上都有，卻常常忘記使用的超能力。接下來，我們進入第2個關鍵支柱，展現真實。這個聽起來就有點違反我們的直覺了，對吧？它指的是我們要有一種勇氣，卸下那個完美的偽裝，跟別人分享自己真實的掙扎跟脆弱。
我們不是總被教導要堅強、要獨立嗎？莫西博士用了一個日本沖繩的傳統概念，叫做モアイ，也就是磨合，來解釋這件事。這是一種由一小群人組成的支持團體，他們會明確的承諾要成為彼此終身的後盾。當莫西博士第一次卸任公衛部長，人生陷入低谷的時候，就是和他2個最好的朋友組成了這個モアイ，給了他一個可以安全展現脆弱的空間，才幫助他走了出來。那麼要怎麼做到真實呢？其實可以把它拆解成3個步驟。第一步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，是先對自己誠實，承認自己的困境。第二，找到你真正信任，可以在他面前展現脆弱的朋友。第三，也是最難的，就是真誠地分享你的恐懼、你的懷疑，還有你的失望。我跟你說，沒有任何一個人的人生是完美的，真的，生活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，都嘛是一團亂，沒有例外。但重點是，正是那些我們鼓起勇氣、真誠分享脆弱的時刻，才讓我們彼此靠得更近，並且獲得療癒的力量。所以記住，脆弱不是弱點，它是連結的橋樑。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整理一下：專注當下，讓我們建立連結的深度；展現真實，則是建立連結的信任。那麼第3個支柱，也是最關鍵的行動，就是挺身而出。這指的不只是要顧好自己，更要主動去支持那些正處於困境中的人。莫西博士分享了自己家裡一段最黑暗的經歷，他們被一位極度信任的摯友詐騙，賠上了畢生的積蓄，一夕之間什麼都沒了。當他們要去搬空診所，面對那個殘酷現實的時候，一群朋友早就已經帶着紙箱和膠帶在門口等着了。沒有人多問一句廢話，沒有人說那種我早就告訴你的風涼話，只是默默地開始幫忙打包。那種無聲的支持，比任何話語都有力量。所以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？挺身而出的精髓，其實就是幾件事。第一，主動一點，不要等別人開口求救。第二，不帶批判的傾聽。第三，用實際行動提供幫助，哪怕只是倒一杯水。最重要的是，用你的存在，不斷地提醒他們，你不是一個人，有我在。講完了這3大支柱，這引發了另一個思考。道理我們都懂了，那該如何立刻開始實踐呢？莫西博士提供了一個任何人在任何地點都能馬上做的練習，讓我們可以親身去感受一下連結的力量。如果你現在方便，可以跟着我一起試試看。把你的右手輕輕地放在心上，閉上你的眼睛，深呼吸。現在回想那些在你生命中曾經無條件支持過你的人，可能是你的家人、朋友、老師，感受他們給你的愛，像一股暖流一樣流過你的全身，給你力量，並且請在心裡告訴自己，你完全值得擁有這份愛。剛剛這個練習的核心，其實就是愛與連結。莫西博士將我們今天分析的主題提升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。他認為，這不是什麼可有可無的軟實力，而是一種最強大也最古老的藥方。這裡最關鍵的點在於，你給予還有接受愛的能力，是你最大的天賦，也是你最強大的力量。這股力量將會支撐你走過人生旅途中的每一個高山和每一個低谷。最後，莫西博士用一句話為這一切下了一個深刻又有力的注解。他說：“愛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藥。”好，我們來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。我們從科學數據出發，了解到真正決定幸福的不是財富或地位，而是良好的人際關係這個泛知覺的基石。接着，我們分析了現代社會的孤獨危機以及它對健康的嚴重危害。最後，我們學習了建立深度連結的3大支柱：專注當下、展現真實以及挺身而出。所以，聽完這次的分析，我想留給你一個問題去思考：今天你要為自己的人際關係開出什麼樣的處方呢？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。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，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。我們正在衝訂閱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